Hello，各位，欢迎来到新的一部影片。在今天这部影片呢，我要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踏上省道，来一趟通往新中横的风景摄影之旅。我好久没有这么兴奋啦！经过了几个月的台风和忙翻天的工作洗礼后，在新年的第二天，我终于有时间来一场多天数的风景摄影大冒险了。这一趟旅程呢，我从高雄出发，一路沿着省道北上进入嘉义大埔，再上到阿里山和塔塔加一带，最后抵达南投东埔。旅程一共分成4天进行，第一天扎营在大埔湖滨公园，第二天上到阿里山一带拍摄美丽的红叶景致，第3天登上塔塔加的鹿林山和林子山拍摄日出，晚上则在东埔富有温泉的超享受露营区睡上一晚，隔天再前往八通关古道西段拍摄壮丽的美景。光是用说的口水就要流出来了，但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拍摄4天的旅行过程，手忙脚乱，大小意外不用说，这趟旅程绝对是精彩又充满各种意外转折啊！忘记祝各位新年快乐，今天是1月2号，那也是很不巧的，就是在这个1月2号，刚好就是有一波水汽往上，有南方的水汽往上，所以似乎今天整个台湾都会是一个下雨的状态。事实上，我从高雄出发到现在，也是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一片绵绵细雨里面。不过还好，因为值得庆幸的是，从气象预报上看起来，似乎明天开始天气就会开始慢慢好转了。虽然我反而也不希望天气好转到太好，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万里无云，那景色就会显得有点无聊了。我现在的位置大概距离大埔还有半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的路程。那我原本当然是希望可以至少在路上拍到一些漂亮的景色，不过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我也不抱太多希望了。好啦，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赶快加紧脚步，赶快继续上路啦。对，我等下就过去了。对，好，谢谢哦，拜拜，拜拜。谁能料到，都已经1月了，大埔湖滨公园的营区居然水位还是满的。还好刚刚查了附近的一间旅社，然后打电话过去问那间旅社还有空房。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就不知道要睡哪里了。好吧，看来这趟旅程的第1天，我的住宿就被迫升级啦。跟一些可能还搞不清楚现在状况的人解释一下，我今天是行程的第1天，那我原本其实是打算要扎营扎在就是刚刚那个大埔湖滨公园，它有一个露营区可以去让大家直接去露营。那个地方其实每一年大概有一段时间它都会是水位比较高的，就是因为是增温水库的集水区，所以好像那个水位会比较高有一段时间。那但是过了那段时间之后，因为水位退下去了，它就会露出一块地啊，那一块地呢大家就会在那边扎营，那边也是有划设成一个可以扎营的地方这样。可是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今年台风太多，或是就是今年冬天的雨水还是比较多，所以我刚到那边的时候，就是居然很傻眼的发现了水位居然还是满的，然后他就是拉了一个像封锁线一样把它拉起来嘛，就是说就是因为水位太高，
露营区不能让人露营这样。其实我是有想说，还是我干脆去找其他的地方，就是去找其他，比如说河床啊，比如说在什么地方去扎营。但是因为我担心晚上还是会下雨，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天色已经很暗了，所以我没有太多的选择，太多的时间可以去找其他可以让人扎营的地方。那好险，就是我找了这一间民宿，叫做松竹梅休闲度假民宿。好险他们还有空房，所以我就被迫升级住在这边了。那现在呢，另外一个成功扎营的平行时空里的我，应该是已经正在煮饭，然后正在吃东西了。虽然我有床，可能睡得比他还要好，但是很显然，在这间小木屋里面，我是不太可能就是还开火煮东西吃。所以我打算要整理一下，然后去镇上的 Seven 来解决我的晚餐。好啦，那就待会见啦。不晓得有没有人有意识到，这部影片好像才刚开场没多久，场景就立刻从白天转成晚上了。但实际上，从我今天拍摄开场到大埔的距离，就不过短短半个多小时的路程而已。那为什么会花了这么多时间才抵达大埔呢？说来其实有点惭愧啊，这是因为我在途中见到一个让我觉得非拍不可的景象。那是台山线路旁的一个展望开阔处，远远望过去就是曾文水库。突然间呢，四周缭绕的云雾散开，露出了曾文水库的湖面，湖面上还飘着一阵阵的云雾，遮住了水库另一端的湖岸和山腰，让整幅景象看起来就梦幻的像是一幅水墨画一样。但是很可惜的是，云雾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我所能拍摄到的窗口也是非常短暂。我在现场待到天都黑了，也就只出现过2次，总共不到10分钟的窗口可以拍得到湖面上的景致。当然，终究也很遗憾的没能在窗口内捕捉到真正满意的相片。不过我还是会把相片放出来，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看得到我当时眼前的景象。早安各位，昨天睡的老实说还算不错，就是床有点太舒服了，感觉还想要再睡久一点。不过不行，因为我们来的目的不是来睡觉的。我发现他们有附热水壶，然后我刚原本想说我要用这个热水壶来泡个热水，弄点咖啡带上去，结果我才发现它这个热水壶它只有壶没有附底座，所以它这个热水壶是装饰用的嘛。然后我大概看了一下待会的天气，40%的低云，99%的中云，13%的高云。我不确定这样是好是坏，因为如果有中云的话，或许待会我们会是可以看到真武水库在云海上面，但也有可能会像昨天一样，就是雾气笼罩住整个山头，然后最后什么景都看不到。待会我打算要去的地方是这里，这个叫做白马亭的一个凉亭，它就是在大埔旁边有一条路可以通上去，然后从那里应该是可以去眺望到整个深文水库的全景，就希望待会能拍到好的景啦。谢谢，还好啦，因为我有穿那个雨裤，所以还好。
刚刚看到的浴缸里面的中云，果然是变成云海了。我现在要在这个凉亭到处走一走，看看从哪个角度拍摄会比较漂亮。因为我虽然现在看过去都是云海，是一个很梦幻的景色，可是也是因为就是都是云海的关系，所以现在其实看起来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我希望在这个景色里面去抓到比较可以抓住我的眼睛的形状，然后用它来去构图。我现在在白马亭的第2层，这一层的视野是真的非常开阔，从这里看过去，我几乎是可以270度的，就是把整个曾文水库的风景尽收眼底。那当然啦，就是现在云海其实是已经填满了整个曾文水库的上空，所以我现在是看不到湖面的。那刚才大概有几分钟的时间，其实我的镜头面向的这个位置，云海有开一个小部分，所以其实刚刚有透出一小部分的水库的水面。那虽然云海很漂亮，看起来非常梦幻，但是因为没有光线的关系，所以白白的一片这样子填满大部分的景色，我是觉得反而是稍显单调了一点。所以刚刚那一段云海透出一个小部分的湖面，短短那几分钟，其实对我而言是非常珍贵的。我有尝试在那个时候去利用透出来那一块湖面来去做构图，但是我只能说我能做的操作其实不是非常多，因为云海流动的速度很快，那个窗口马上就消失了。那我还是会把相片秀出来让大家看看，如果你对这张相片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欢迎在下面留言。我已经在这个白马亭上站了蛮久了，其实已经超过我原本预定要离开的时间了。雾气呢是一阵又一阵的来，一阵又一阵的去。那每一次白色的雾气把我周边变成一片白墙，然后再退去之后，我看到的展望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始终就是没办法找到满意的景象让我去拍摄，我始终都觉得还是太过单调。那所以我就开始把我的目光转向其他的目标，比如说我眼前这个比较小的一个风景。我现在镜头对准的是悬崖上凸出来的一棵树的枝干，在这棵树的枝干上面有很多白色的，应该是第一或是一些附生的真菌之类，在它的枝干上面，就是让它的枝干除了本身的那个曲折的样子之外呢，就是增加了很多的细节啦。我从眼前的画面中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图像，是后面的比较后方远方的枝干，跟比较靠近我比较近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棵上面有很多白色第一覆盖的枝干，那它们两个之间交叠在一起，它的枝干的形体之间彼此缠绕，就是那个景象，我觉得就是一种很纯粹，然后比较抽象的线条还有图案的美。结束了上午仙境般的白马亭拍摄后，接下来是时候整装出发，前往美丽的新中横了。这也代表这趟旅程终于进入到我最期待的地方啦。随着公路缓缓爬升，我身边的景色也逐渐由一片绿油油的阔叶林，转变为掺杂着针叶树种、迎向优美的中海拔山区景致。辽阔的景色吸引着我的目光，
更重要的是，随着越来越低的气温，充裕的森林里也开始出现一团团火红燃烧的红叶，而那只预示着一件事情：我的下个目的地13引水道里的秋叶正艳红着呢。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13引水道。我刚刚就是停了车之后，然后我就从路口就沿着这条小径，然后就一直慢慢走，慢慢走，走到现在这个地方。那其实，在途中，我一路上都有看到很多的，就是像我地上这一些，就是红叶、黄叶，是还没有从树上落下来的红叶、黄叶，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树都像是在森林里面像在燃烧一样。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找到一棵适合拍摄的有黄叶或红叶的树，可是就一路上这样走下来，大多数的树不是太高，要不然就是太低，要不然就是它的周遭有太多的树丛把它给遮盖住。直到我一直走到这边之后，然后呢看到我眼前的这条小径，哇，我真的是顿时间我鸡皮疙瘩又起来了。我大概在几分钟前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然后就在刚刚呢有一阵浓雾，就是比现在还要浓的浓雾飘上来，然后把我眼前的就是一切都是包裹在这个浓雾里面，然后浓雾中隐隐约约你就可以看到后面透出去的色彩。这条小径的正上方刚好就有一棵应该是枫树或是漆树，它的落叶全部都落下来，然后落在我眼前的这一条小径上，就把它铺成一条金黄色、火红色的小径。然后呢，雾气顿时这样子过来，那个景色真的是美到让我有点受不了。说实在，我很少会拿道路或是小径来当做是拍摄主题，可能因为我以前刚开始玩摄影的时候就很常拍摄，就是小径啊、森林间的道路之类，所以已经觉得有点太麻木了这样。但是眼前的这个景象真的是美到让我没有办法阻止我自己。我在这张相片的构图上花费了非常多的心思，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有强调这条蜿蜒的小径，那我会觉得就是美感上有些不足，所以我希望去透过更多的图形上的元素来去强化这张相片的整体的美感还有优雅的感觉。但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是，因为就在我的前面呢，就有刚刚好一棵从山坡上面伸展出来，然后往外延伸的一棵树。它的枝干姿态也很优雅，就这样子出去，那跟后面其他的树的枝干交错在一起，那个画面也是显得非常漂亮。所以我就是利用这一棵树它伸展出来的枝干，还有后面几棵树延伸出来的就是比较细细一点的树枝，来去作为画面的一个引导。所以的画面其实是呈现有一点像是一个 C 型的这样的一个构图，然后呢下方就是延伸的道路。但是就在我对着各位讲话这段时间呢，雾气已经开始散去了，所以我可能要再等一下，再等下一波的雾气上来之后，再让这边重新变回刚刚那样梦幻的景象。很遗憾的，雾气再也没有回到这条小径。随着时间流逝，放晴的天空甚至开始透出金黄色的阳光。虽然肉眼看上去景色仍然很美，但失去了雾气的晕染。山坡上茂密的枝皮交杂的细枝，也让景色显得杂乱许多。真的好不甘心啊！
为了迎接朦胧美景而精心准备的构图，如今却无用武之地。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当我在电脑上检视我最后拍下的相片时，却意外地发现这张相片其实还不差。林间透下一道阳光，正巧洒落在山坡边深处的一支枝干上，同时也照亮了一段小径，使得视觉能够被引导向这两处鲜明的画面焦点。尽管四周的植被看起来仍然杂乱，但绿意映衬着鲜红的落叶，搭配上洒落的阳光，这张相片确实吸引住了我的目光。我会将另一张雾气还在，但我还没准备好最佳构图时拍摄的相片也放出来作为对比。这也正巧很好的展示了雾气对于同样一个场景能够造成多大的改变。差不多在半小时左右就要日落了。那我刚从刚才拍摄的那个小径走到这边，我大概就是给自己20分钟的时间。那我就想说，20分钟的时间，如果还是没有看到什么其他有趣、漂亮的画面的话，那我就要往回折返了。但是就在我准备要往回折返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最后一幅有吸引到我目光的一个景象。我的面前呢是一棵满树梢的枝叶都已经转成橘黄色的一棵树，我不知道它是枫树还是漆树。那总之呢，这一棵满满黄叶的树就吸引到了我。我在这里刚刚好，因为现在是即将要日落，所以斜射的阳光刚好往这个方向照过来，去把这棵树给照亮。所以在一片就是刚好背光的山景里面，这一棵树就显得特别的明亮。所以我就决定让这棵树成为我今天的最后一张相片。那么拍摄这棵树呢，我某种程度上算是用了还蛮激进的一个做法，因为我是等于是把我的镜头直接是正对着光源。那虽然说阳光是斜射下来，这棵树没有到真正非常亮，但是因为背后的山的颜色相对比较深，那树叶又会透光，所以它的在我的画面中的明暗对比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我的想法呢，是我希望能够去捕捉到这棵树。它的树梢上面就是色彩很斑斓、很浓郁的秋叶，但是正巧呢，对面的山是在阴影里面的，所以颜色显得比较暗，然后再加上又有漫色的颜色在里面，所以山的色调其实是呈现着一个绿色，还有一点深蓝色。这个深蓝色跟橘黄色的叶子刚好就形成了很强烈的色彩的对比，就是同时有明暗的对比，又有色彩的对比。对我而言，其实算是一个蛮激进，然后也蛮大胆的一次尝试。就希望能够成功啦。正当我正在跟各位分享我的拍摄的手法的时候，同时呢，太阳已经从就是山的后面落下去了，所以现在其实这棵树已经回归到了阴影里面。然后同时，因为山谷间的云雾也开始往上开始窜出来，所以我打算要再以同样的构图，然后再拍摄一张照片。等一下可能再改个角度，再去挑出我最喜欢的相片。那么这一张相片 ，ISO 100，F11，快门0.8秒。又是疲惫的一天啊！我想这部影片到这边，我觉得应该也告一段落了。
我原本其实是想要就是去营地扎营的时候再做结尾的，只是因为我这一趟拍摄的素材真的拍有点多，所以让我的记忆卡，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用的记忆卡，已经几乎要满了。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所以我可能可怕的地形。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这一部影片，我想我可能就得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说实在，这个旅程的第一、第二天这2天，我觉得都称不上是成果丰硕。像我在那个红叶小径那边没有拍到满意的照片，最后等不到雾，真的是捶胸顿足。不过也没有办法，这个就是风景摄影，毕竟天气是没有人可以去控制的。好啦，我想这部影片大概就到这边啦。接下来我能做的就是好好的休息，希望明天有办法看到林子山还有鹿林山同样美得让人屏息的画面。好，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拜拜。